你曾经讲过这个，然后媒体也做蛮大的，就是因为少子化，然后所以就要有生育补助。那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打算要这么做嘛，就是还在讨论。你说每胎每月3万。到每天3万的东西呢，还要蛮精算，它是我在一个概念上讲的了哈。我概念上讲的概念相对简单，然后就我们去思考，从很多学者的研究里面就提出来说，现金补助对生儿育女帮助不大。所以我从以前就想说，怎么会帮助不大呢？后来我慢慢也想通，也跟一些朋友也在讨论这东西，是因为补的不够了。哦，真的吗？对我们来看，我们比如说这个年轻人，我补他钱，可对他来讲，他没有收到钱，因为他生小孩，他是minus，他自己还要付啊。对，所以我们看起来是政府补你钱，我对你好好，我补你钱，我补你1万块、2万块，但他自己还要出1-2万块。对，所以他就在这里，对于他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生了嘛。我们生小孩有2个的拉高，你们的判断是认为的确可以促进他们多生。那我看对，我是认为一定会啊，但是问题是政府的财政这东西数目都是非常大的，怎么样慢慢能够转换到这地方来，那需要相当的一个精算。那我讲这东西只是提出个概念，希望让以后我们政府能够对要生小孩的人，不是现在是他部分负担。对，我们现在让他是零负担。到最后他甚至说有余裕。那这样的情况不一样。他生小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他现在第一个想说，饲会起呗，一个月个都迄个老，政府补我偌济，我家己个出偌济。我现在明明不黑钱，就等你。说我很清楚知道，说我生的这个钱一定够。那这个障碍就减掉一个了嘛。对。第二个要生小孩，另外的障碍是讲这个囡仔拖掉嘞，我时间我升迁什么，虽然我们现在孕假啦，留停都给的算是已经相当的进步了。可是他还是对妇女现在大概比例很高了大概70-80%都是妈妈带嘛。对，妈妈第一个想就是说，我要吃头路，囡仔拖嘞。我总想我要来看一个电影，囡仔拖嘞。我要出国，囡仔拖嘞。这种在时间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上很高，他也不要想。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愿意生，一个就是让他零负担，甚至有余。然后另外一方面，机会那个所谓的时间成本让它降到最低。零拖、延拖，什么拖？反正伊若有需要都让给。够在一起，爸爸妈妈、岳父母、亲家朋友给，起码那个可能性都已经很低了。对，所以叫政府怎么样建立一套能够帮忙零拖这延拖的，能够做得好。可是我们现在那这样可能是不是有可能让生育率变高？因为生育率如果一直维持很低迷的情况，为什么在我特别要这样讲？现在我们的生育率其实已经降到全球最后。现在已经几乎了嘛？对，0.8几嘛，0.89还多少？前不久才有一个统计表，我们排最后一名。差不多。我想想看多可怕！你想想看，台湾生育率高的时候，高到多少？我问这个问题，很少人会答对。应该是在婴儿潮那个时候。对，当然是婴儿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少？那多少？你猜看看，猜一个数目字啊！这一个妇女一辈子生多少小孩？3个。3个太低了啦。3个太低了。3个太低了啦，3个太低了啦。我是婴儿潮的时候出生，我们家才2个小孩呀。你不算，你是婴儿潮的尾端的啦。婴儿潮1946、19到64。我爸妈那个时候可能6、7个。哇，快要接近答案。这个是民国40年。民国40年那个时候的生育率最高，7.03还7.04。哇塞！所以这个哇，那时候的妈妈辛苦了，妈妈一直在生。那可是我们在1964之后，1964左右开始做2个小孩家庭计划开始嘛，那个农粮署那样家庭计划开始，然后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所以我们到1984，我们就降到
2.1，就我们要求的能够让人口维持横平，一个妇女她生2.1嘛，然后1984又降到2.03，然后民国99年，民国99年我们就降到1以下，现在已经0.82了，对，现在0.8。可是我的疑问是说，所以我想说这东，但是问题是我讲的东西讲一支嘴讲简单，但钱要对得来。对不对？现在的钱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政府在安排很多福国利民的事情，很多国家建设要做，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重要国家政策，对，所以这光是思考筹备就要蛮长的，然后社会的共识要够，才有办法让它顺利来做。可是我们但是现在要去想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做说这个能够增加生产，然后所以譬如说之前8年蔡英文政府的时候，就是政府和你一起养，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已经投注了一些资源，每个月有一些补助啊，可是效果用补助的看起来效果并不好啊，还是掉到了0.82啊。对，我们那所以一直补助这样子会有效？我讲过，你补不够多啊，就是你让他仍然有负担嘛，让要生小孩，砸大钱下去，你判断至少可以0.82回到1嘛？我是期待那个1.3、1.4啊，1.4左右。但是这真的要大家一起想，这不是我只是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以前砸钱用砸钱无效论，而忽略到减轻让大家没负担的重要性，对生儿育女的重要性，恐怕这东西还是有 bias。恐怕大家还要再重新思考，因为你是补不够多，了解，你是补不好，而且将来可能有更多社会学者、人口学者、这些经济学家，好好的做一下分析，到底补好超过那个线，而且会零负担，国家帮你养，可能像瑞典那种国家，然后他就真的没什么负担，国家会帮你养。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来看看，就是说以前我们讲生小孩啦，生小孩就是说生儿育女养儿防老嘛。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已经没有养儿防老这事情了。现在老人要自立自强。所以以前养儿防老，所以必然按家己爱投资嘛。所以囡仔饲囡仔是我的代志。因为我饲大汉以后，伊会甲照顾，我的厝里靠伊经。但是即摆无，即摆囡仔生出来以后袂甲饲啊，但是伊的纳税金就迄个国家。那所以政府要长照，所以政府现在比较麻烦，说我要做老人的照顾长照，然后我也要你们要生，然后也要做这个两边增加，当然抚养比会变得很高，会非常累。这里面当然就夹在中间的税政府要出多一点了。另外就讲老人嘛，长照，这老人就是老人很重要，就是这老人不要老嘛。我们现在老人不要老，所以我们现在未来来讲，对于我们的高龄者来讲，就是说照顾的涵盖率要高，反正你私人国家就尽量把你减掉，因为减掉要学习帮助年轻人能够安心工作嘛。但更重要是老年人，你要让失能率降低。所以老人虽然多，可是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然后有问题的国家会来照顾。安尼小，你这负担就没想到遐可怕了。这是大工程很大工程的。这里面在赖总统现在讲健康台湾，就变成一个从小到老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唯有大家都健康，这个负担才会降低，老的生产力才会高。对，哇，的确是一个大工程。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疫苗那段期间，你一直被抹黑，然后后来在这个案子当中，吴子嘉因为他说你 A 了1亿美元啦，你跟苏贞昌啦等等，结果他输了嘛。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什么样的心情？就觉得我忍了这么久，终于官司还我清白，你怎么样？那个心路历程？我想这要去告这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能够让社会的公义能够彰显的路，但是对我来讲，也不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当然。
因为这个一人给你骂啊，损害我的名誉啊，然后社会司法，还我一个清白，但是值得高兴，但也不是特别高兴的事情啦。所以你今日我咧甲问我这个问题，我是有提过，迄阵我对疫苗代志最困扰的我提一个物件分你看。好，我那时候大概在防疫的期间呢，我们谈谈防疫哈。我这以前这是笔记，等我老的时候，我更老的时候会把它公开来哈。你知道我这最早你有看这个圆圈圈，我画了很多圆圈，这是开始我们要做疫调啊哈，精准疫调。我每天关在办公室，然后跟同仁讨论呐，然后来画说这疫调怎么做啦，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追逐机的那个时候，tracing 的时候。回作这不是刚才那点，这种跟你来分享。那然后另外再来看一个这个，另外这个好像我有很多弄了很多这个。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这是算口罩要几片呐？那时候我就在写说，如果7天5片，或者14天10片，则需每天要增加多少是产量等等的。然后再回来，就讲到我们一直长期在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写的，那时候每天都常常写，我写说生病就无罪了需要社会支持、医疗的照顾，接触者无错，不要猎污，他们比我们更紧张，我们要有同理心，才能共度难关。这些都是你在那个记者会当中讲口罩、疫调、检疫、采检。医疗都是宝贵的防疫资源，不得滥用，有备无患，齐心抗疫，本土归零，靠的是台湾的善良与智慧。那时候长期在里面，常常念，我在里面写了很多的这个这样物件。来对利用问疫苗想要的疫苗，那时候疫苗我也那时候写了很多。那时候这些像有时候写疫苗这还没有办法对外讲，像刚才那个对外讲。像疫苗这样我现在感触很深的我现在疫苗已成政治斗争与统战的工具。统战，BNT 无法律障碍，但用商业授权障碍阻止我们与 BNT 签约。讲对不对？我知道，这是我一种真实的感受了但拿科学证据不足，或是效益不佳，且有法律障碍的中国疫苗来做统战。然后写的比较重，我写狼子之心昭然若揭啦。台湾想要的，台湾能要的、想要的疫苗，中国阻碍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不要的、不能要的疫苗，中国却统战不遗余力。你抹疫苗干嘛？我那时候疫苗，你看我压力想大就这啦，对，而不在意这个啦。这是一个小代志，重要是安怎买。可是因为你这么辛苦的过程当中，然后被骂说你偷 A 钱，你谋财害命，说那个感受一定感受不好。对，你的心理强度要很强。但是我更在意，我今晚下一段，现在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对外说。对，又说什么两岸什么的很多，但是是我真实在处在购买疫苗那种社会纷争那种觉得真实的感受啦，所以跟你来，你是给他问了这条，我讲这代志较细啦，这种在里面过程当中，你的确是那个压力很大怎么样去抵抗这压力？然后我们又不能很多的一些合约的那种所谓的一些保密协定，然后过程里面又不能对外特别这样讲，而且也过了那么久了哈，所以就突然就讲一下东西。这个就是那本笔记，因为有其他的杂志在访问你的时候，他的结论就是遇到一个人格如此高尚的人，他这样称赞你，也的确了，就是说，那段期间台湾在防疫的过程当中，你当然是第一线，然后承受的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所以疫苗这件事这2个字啊。当初被很多攻击、很多抹黑，然后你判断，对台湾人对于疫苗的恐惧感是不是会延续下来？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最近在打流感疫苗，
然后有一些疫苗就说啊变色了，然后很多民众就会说，咦，它国产的我们不要信什么的。你觉得是不是当初防疫的时候种下来的因，台湾做的疫苗不可信，然后使得现在打个流感嘛，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对，那其实说起来，台湾对疫苗、人民对疫苗的那种反感或者敏感的强度变那么强，台湾并没有真正所谓的疫苗犹疑。它不像说美国，很多会主张啊不能打疫苗，不要打疫苗。台湾至少没有人公开这样子主张，只是在每一次打疫苗的时候，那个观念没有办法完全的正确，就出了一点点所谓的药害或疫苗伤害，然后整体就不打。最恐慌性的不打，那个是最多的是在那时候应该是 H1N1。哦。H1N1那时候很大，那时候是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那我对他从10月多又做了一个疫苗日，那2位就去打，那打了当然整个大家一开始施打率就很高。那 H1N1其实那时候也是蛮严重的一个病，那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小朋友。打了以后就产生了不良反应嘛，所以整个就大家都不敢打嘛，所以后来我们大概有超过1半以上的疫苗大概都没有办法报废掉了，都报废掉了。所以台湾会有这种对这种一个事件里面，然后突然就会产生，但是没有真正那种集体性的。这样的运作，说不打疫苗或者怕疫苗，到我观察是没有。但是每一次遇到特殊的一个情况，大家就观望一阵子，那可能就那个需要性就往下降了。不过我觉得打疫苗这件事情确实是未来还需要很多的一些社会沟通，社会沟通还是要社会沟通。这次 COVID-19 因为时间非常的赶。时间紧赶所以未来我觉得在疫苗这件事情，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要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里面我但是因为被政治力影响国际政治力也影响国际政治，不管你说这个疫苗的事情，大国也这影响。我记得这年我还曾经写过嘛，就是说这次防疫里面我观察到的，就是说以疫苗事情缺乏一个全球防疫的概念大国做出来的就拥有这疫苗，坐拥疫苗。那国家最有钱的、强势的买了这5-6倍的疫苗。台湾我们也买了上倍的疫苗，但没有买到5-6倍，或者提前买到那么多。但是问题是，你那个国家掌握了一些，后来到来都报废掉了。那时候为什么不给这个弱的国家？如果全球大家都有用全球防疫一体的概念，其实会更好。但看起来我看这个 COVID 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到现在为止，我看国际的媒体或者整体的这种所谓的公共卫生界，并没有真正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就全球防疫，那怎么样让它疫苗能够使用的一个更公平？这样都还是各自本位主义。对，然后你的价格应该在过去这样怎么样找一个方法，能够让它能够平价。去供应。那时候一开始 COVAX 有尝试这样做，可 COVAX 后来完全不够力嘛。那但是应该事后又过了这么久，应该要更认真的讨论这事情。然后中国那时候一开始用它那个相对这无效的疫苗，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检讨它的疫苗，但问题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平衡里面，那些数据是不是能够更透明？对，更透明，那才大家不会去误用嘛。那这样对于防疫才有帮助。我们刚刚讲到防疫的这个事情就是你的确感触很多啦。这样讲起来，很多事情其实你都很辛苦。然后那是在2020到2022这个阶段，因为最近的新闻热点是柯文哲啦。当初柯文哲是台北市长，然后他在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跟中央其实有很多意见不合，因为他说什么同心圆，然后又要歼灭，然后什么的热区、冷区什么的，他有很多奇奇怪怪跟中央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后来大家发现，原来在那2年，你比较专注的事情不是防疫，是金华城你现在回头看那2年，你有没有觉得哇？恍然大悟，他为什么要这样攻击你们？原来是因为他在忙别的事情。
有没有一些感慨？倒也没，不过从这后面来看，里面就是说，其实以柯市长那时候跟我们中央有一点步调不同，那对我们有一些困扰。那我想也是他个性使然啦，我想倒也不是说是故意的啦，好的个性这些案例嘛，他就要跟中央别苗头嘛，而没有顾虑到啊。我相对我而言，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使命我是很清楚，我是防疫指挥官，我怎么样不要让地方起冲突，让冲突降到最低。我认为就是说，我一向都认为合作才会成功嘛。你们都是医界出身的，你最近这段期间看到他，原来搞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你有没有很惊讶？不要问这个太多，这样我可能讲出不应该讲的话。其实没有很惊讶，我大概听说他是这种人，是这个意思吗？那我等下去跟你讲好了。好啦，不要再逼你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时间超过很多，非常感谢郑委员陈时中来到我们现场。下次我会更密集请你来啊，不要再等1年了，好不好？好，谢谢，拜拜，下次见，拜拜，大家拜拜。